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与评书演绎中，杨家将是一群近乎神话的存在。他们拥有百岁挂帅的佘太君，有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有死后成神的杨七郎。千百年来，无数看客在锣鼓喧天中为这满门忠烈喝彩，在才子佳人的阵前招亲中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极度满足。然而，当我们关掉这一台热闹的聚光灯，拂去那些五彩斑斓的油彩，翻开尘封已久的宋史，会发现这一切喧嚣的传奇背后是一片寂静。没有呼风唤雨的法术，没有所向披靡的女元帅，更没有那些快意恩仇的大团圆结局。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戏剧更加残酷，也更加令人窒息。正史中的杨家将没有神的光环，他们只是在北宋积贫积弱的军事体制下，在漫长而寒冷的边境线上苦苦支撑，满身伤痕的职业军人。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历史谜题：在一个以崇文抑武为国策，对武将猜忌最深的朝代，为何偏偏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最绚烂的武将神话？宋人为何要如此疯狂地为这个家族涂脂抹粉、虚构战绩，甚至不惜扭曲历史的真实样貌？这个谜底或许并不藏在那些光怪陆离的传说中，而是深埋在杨家三代人杨业、杨延昭、杨文广那部关于孤独与坚守的断代史里。这三代人的命运沉浮，恰恰精准地映射了大宋王朝从试图进取到战略僵持，最终无奈退守的国运曲线。故事的起点必须从公元936年那个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灾难性时刻说起，因为那是杨家将所有悲剧的地理根源。那一年的秋天，后晋而皇帝石敬瑭为了换取契丹的支持，将燕云16州拱手相让。这一举动彻底扒掉了中原王朝的铠甲。燕云16州，这片包含了今天北京、大同在内的广袤区域，不仅是汉地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更是盛产良马的战略基地。失去了它，意味着新生的宋朝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恐怖的现实：在广阔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北方辽国的铁骑可以像洪水一样长驱直入，饮马黄河，中间没有任何险要可守。更致命的是，失去了燕云的马场，宋朝注定无法组建一支规模庞大且能与辽军对冲的骑兵军团。步兵对骑兵在平原上硬碰硬，这在冷兵器时代几乎是必败的死局。这种先天性的战略劣势让大宋君臣时刻处于一种极度的不安之中，仿佛头顶随时悬着一把锋利的战刀，稍有不慎便会国破家亡。既然没有了砖石修筑的万里长城，宋朝只能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用职业军人的血肉之躯去构建一道移动的长城。而杨家第一代家主杨业，就是这道血肉长城中最坚硬也最悲情的一块基石。杨业原名杨重贵，滨州太原人。与演义中那个生来就是大宋纯臣的形象截然不同，历史上的杨业前半生其实是宋朝最头疼的敌人。他生于乱世，成长于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血火之中，早年效力于占据河东一隅的北汉政权。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割据政权，也是辽国的附庸。作为北汉世祖刘崇麾下的保卫指挥使，杨业自幼便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军事天赋。他并非那种读圣贤书出身的儒将，而是一个在马背上长大、崇尚力量与速度的武人。据《宋史》记载，他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田猎，所获备于人。这种充满了游牧民族色彩的豪侠气质，
使他在那个崇尚武力的年代迅速崭露头角。在北汉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因战功卓著被赐姓刘，改名刘基业，人称刘无敌。这3个字在当时的河东战场上是令宋军闻风丧胆的梦魇。此时的他犹如一把锋利的战刀，只不过这把刀当时握在北汉皇室的手中，一次次砍向试图统一北方的宋军。在那段铁马冰河的岁月里，杨业不仅找到了属于他的战场，也遇到了一段被后世演绎极度神话却又有真实历史影子的姻缘，那就是他与抚州佘氏家族的联姻。戏曲中的佘太君并非完全虚构，其原型正是佘得意的女儿。佘家世代据守抚州，今陕西府谷，是西北著名的将门世家，长期处于抗辽和抗西夏的第一线。杨家与佘家的联姻实际上是2个顶级军事家族的强联合。这种结合让杨业不仅拥有了个人的勇武，更在背后拥有了庞大的军事资源和战术交流网络。真实的佘太君或许没有挂帅出征，但作为将门之女，她对战争的残酷和军事的逻辑必然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也为后来杨家将忠勇家风的形成奠定了母系基础。然而那时的杨业信仰是单纯而直接的，他效忠于那个给他饭吃、给他官做、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刘氏家族。这种原始的封建忠诚虽然狭隘，却也纯粹，构成了他早年生命的核心支柱。但这种各为其主的宿命在公元979年迎来了巨变。这一年，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铁桶般的太原城终于在宋军的重围下摇摇欲坠。当北汉末帝刘继元为了保命选择投降时，负责守城的杨业却依旧在绝望中死守。他像一头不屈的孤狼，试图用最后的杀戮来维护一种摇摇欲坠的尊严。直到刘继元亲自派人拿着手谕去招降，那一刻，战场上的喧嚣仿佛突然静止了。杨业看着那张薄薄的纸，那是他誓死效忠的君主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不是进攻，而是投降。据史料记载，他北面再拜，大痛，施甲来见。那是怎样悲壮的场面！残阳如血，城池破败，一位浑身浴血的老将军缓缓转身，面向北方，那是北汉宗庙的方向，也是他效忠了30年的朝廷所在。他重重地跪了下去，紧接着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大痛。那不是普通的哭泣，而是一个硬汉在信仰崩塌时发出的悲鸣。那哭声里有对亡国的痛惜，有对君主软弱的无奈，更有对自己一身武艺却无处施展的绝望。哭罢，他缓缓站起身，开始解身上的铠甲。当铠甲落地，那个威震河东的刘无敌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必须背负着降将十字架，在夹缝中求生的杨业。宋太宗深知杨业的价值，不仅让他恢复本姓杨，单名业，还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赵光义虽然在军事指挥上备受后世诟病，但在收买人心方面却有着帝王的精明。他知道要守住刚刚收复的河东大地，甚至图谋收复燕云，这把无敌的利刃必须握在自己手中。对于杨业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政权的转换，更是一次灵魂的撕裂与重组。他必须将过去30年对北汉的忠诚强行移植到曾经的敌人大宋身上，这种心理上的剧痛伴随了他归宋后的每一天。降将的身份始终是杨业心头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是宋朝官僚体系排挤他的原罪。尽管宋太宗表现出极大的信任，
让他重回最熟悉的抗辽前线。但在北宋那个重文轻武且极其讲究出身派系的官场中，杨业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异类。他只有一身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杀人技，和一颗基于报效新主以洗刷降将耻辱的赤诚之心。这种急迫感在雁门关之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爆发。那是一次经典的遭遇战与伏击战的完美结合。公元980年3月，辽国驸马侍中萧多里率领10万大军南侵，兵锋直指雁门关。这是天下9塞之首，一旦失守，太原将无险可守，中原门户大开。此时杨业手中的兵力远逊于辽军，如果正面硬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没有选择死守。凭借对地形的烂熟于心，杨业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主将潘美在正面牵制，自己则率领数百名精锐骑兵从西行出，沿着崎岖的小路迂回穿插，最终神兵天将般出现在雁门关北口的辽军背后。这一记精彩绝伦的突袭彻底打乱了辽军的部署。辽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在这种前后夹击的恐慌中迅速崩溃。杨业身先士卒，阵斩萧多里，生擒李仲会。那一战杀声震天，鲜血染红了雁门关的石头。此战之后，杨无敌的威名不再仅仅响彻河东，更是响彻了辽国。史书记载，从此以后，辽人看到那面绣着杨字的大旗在风中飘扬，便会不由自主地勒转马头，避其锋芒。这也是杨业军事生涯的巅峰。他用一场教科书般的胜利，向大宋王朝递交了一份完美的投名状。这一战证明了，即便失去了幽燕屏障，只要指挥得当，利用好仅存的山川地利和骑兵机动性，宋军依然有能力在运动战中歼灭辽军主力。这也是北宋初期少有的具有五代遗风的进攻型胜利。可是功高震主，亦或是功高遭击，是古往今来名将难以逃脱的魔咒。雁门关大捷后，杨业虽然升任云州观察使，但他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却日益恶化。边关的其他宋军将领多有嫉妒之意，关于他的诽谤信如雪片般飞向开封。宋太宗赵光义做了一件看似信任，实则令人玩味的事情。他将这些诽谤信封好，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杨业本人。这似乎是在表达信任，但在杨业看来，这何尝不是一种敲打？这是一种基于利用价值的信任，它建立在杨业能不断打胜仗的基础上。一旦局势逆转，这种信任就会像沙座的塔一样瞬间崩塌。而在那个崇尚文治、以文治武的时代，一个不懂政治、只懂打仗的降将，注定要在那张看不见的罗网中挣扎。宋朝的军事体制设计，本就是为了防止武将做大，监军制度、阵图制度层层设卡。为了防止唐末藩镇割据的重演，大宋设计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将从中御体系，武将只有临战指挥权，没有调兵权，且在战场上往往受到不懂军事的文官监军的掣肘。杨业越是表现出独立的指挥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他在文官集团和皇帝眼中就越显得危险。他就像一头被关进瓷器店的猛虎，每一次伸展爪牙都会引起周围人的惊恐与敌意。悲剧的终章在公元986年拉开帷幕。这一年，雄心勃勃的宋太宗为了收复燕云16州，发动了规模空前的雍西北伐。大军分3路进发，杨业作为副帅，归属西路军，主帅是拥有开国资历的潘美，
监军则是深受皇帝宠信的王申和刘文玉。最初，西路军势如破竹，连下4州。然而，随着主力东路军曹彬在齐沟关惨败，战局急转直下。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并命西路军护送4州的百姓迁入内地。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既要掩护数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又要面对辽国萧太后亲率的10几万追兵，其中就包括了辽国名将耶律斜轸。面对危局，杨业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他向主帅潘美和监军王申建议，不可与辽军锋芒正盛的主力决战，应当避其锋芒，利用佯攻吸引辽军注意力，真意则在掩护百姓分批撤退。这是一个典型的断尾求生且保全百姓的稳妥之策。但是，这个合理的建议遭到了监军王申的粗暴否决。王申，这个不懂军事却掌握监察大权的文官，傲慢地斥责杨业：君后平日号称无敌，现在见了敌人却不敢打，莫非是有2心？这句话是诛心之论，正中杨业的软肋。作为一个降将，他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被怀疑忠诚。在刘文玉的附和以及主帅潘美的沉默中，杨业被逼到了悬崖边。我们无法得知潘美当时为何沉默。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不可能看不出王申的荒谬，但在宋朝的政治生态中，得罪皇帝身边的监军，后果可能比战败更严重。于是，潘美选择了明哲保身，这无疑将杨业推向了死路。他悲愤地说道：“我不是怕死，只是时机对我们不利，白白让士卒死伤，却立不了功。既然您责怪我为何不死，那么我应当死在大家前面。”出征前，寒风凛冽，杨业流着泪，那是英雄末路的泪水，包含着对死亡的坦然，更多的是对这浑浊官场的绝望。他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他指着地图上的陈家谷口，留下了最后的请求：诸军务必在此埋伏步兵强弩，作为左右翼接应。等我转战至此，你们杀出夹击，或许还能有救，否则我们将全军覆没。说罢，他翻身上马，冲入了风雪之中。这是他最后的请求，也是一位老将对同僚最后的信任。陈家谷口，风声鹤唳，草木含悲。当杨业抱着必死之心，在前方与辽军血战，从正午一直杀到黄昏，他的战袍早已被鲜血浸透，变得沉重不堪。他且战且退，一步步将如狼似虎的敌人引向陈家谷口。他在期待什么？他在期待那面大宋的旗帜，期待从山谷两侧杀出的援军。然而，当他终于退到谷口，抬起被血汗模糊的双眼时，看到的却是一片令人绝望的死寂。山谷空空荡荡，只有寒风在呼啸。原本约好接应的宋军，早已因为王申贪功冒进又畏敌潜逃而跑得一干二净，主帅潘美也未能制止，随之撤离。那一刻，寒风灌进空荡荡的山谷，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嘲笑他的天真，又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死亡唱着挽歌。杨业面对的不仅是漫山遍野的辽国铁骑，更是大宋官场那深不见底的黑洞。他看着空荡荡的山谷，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悲鸣。随后，他对身边仅剩的100余名残兵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儿，没必要跟我一起死，快跑回去报告天子吧。”但这些追随他多年的士卒，无一人逃跑。他们握紧了手中的断刀，默默地站在了老将军的身前。他们全部战死沙场。杨业身受数十处创伤，
仍手刃数十百人，直到他的儿子杨延玉在他面前倒下，直到他的战马重伤倒地，这位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的老将终于被辽军俘虏。被俘后的杨业面对辽国主将耶律斜轸的羞辱，只留下一句受皇帝厚恩，本想立功边境以报答，却受奸臣逼迫而战败，无颜苟活人世。那不是一句简单的遗言，而是一个武人对这个不公世界的最后抗议。随后他绝食3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或许还在回望南方的天空，那里有他的家，也有那个背叛了他却又让他誓死效忠的朝廷。最终他壮烈殉国。杨业之死是北宋初年最大的军事悲剧，也是解析宋代政治生态与军事体制弊病的最佳样本。他的死并非单纯败于敌人的强悍，而是死于防内甚于防外的猜忌体制。宋朝建立在兵变夺权的基础上，对武将有着天然的制度性的不信任。杨业作为前朝降将，即便再怎么表现忠诚，也无法对抗以王申为代表的监军文官集团。王申内惧的非有他治乎，其实不仅仅是王申个人的怀疑，更代表了整个宋朝统治阶层潜意识里对武将的防范。杨业为了自证清白，不得不选择一种自杀式的进攻，这是制度杀人。而在战术层面，杨业的建议是完全符合当时战场态势的机动防御战术，而王申强令其正面决战，则是无视地形与兵力对比的盲目指挥。杨业的陨落标志着宋军中那一批具有独立作战能力和野性战术思维的将领逐渐凋零，取而代之的是听话但平庸的职业官僚军人。更深层的看，杨业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个人的忠诚去填补制度的缺陷，用纯粹的武人血性去对抗复杂的官僚政治，这注定是一场以卵击石的抗争。这一年的冬天，对于大宋的边防军而言，显得格外漫长。杨业的死，像是一记沉闷的重锤，砸碎了宋太宗光复烟云的最后一点心气。从此以后，大宋的国防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主动出击的收复，彻底转向了被动挨打的御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杨延昭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他接过父亲留下的代写旌旗时，面对的不再是那种哪怕悲壮也能放手一搏的进攻战场，而是一个充满了忍耐、僵持与政治博弈的防守棋局。如果说父亲杨业是一团试图燎原的烈火，那么杨延昭就必须把自己修炼成一块坚硬、冰冷且无法撼动的磐石，死死地顶在华北平原的最前沿。杨延昭本名杨延朗，在民间传说中，他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是七郎八虎中唯一幸存的血脉。然而历史的真相再次与戏曲开了个玩笑。据史料考证，杨延昭其实是杨业的长子。之所以被称为六郎，是因为辽国人迷信星象，认为北斗七星中的第6颗星是他们的克星，而杨延昭在边境20余年，让辽军闻风丧胆。辽人敬畏地认为他就是那颗专克契丹的六郎星下凡。这个称呼不是排行的序齿，而是敌人给予对手的最高荣誉勋章。这种来自死敌的敬畏，比大宋朝廷任何一张轻飘飘的委任状都更具分量。杨延昭自幼随父征战，耳濡目染了父亲的英勇，也亲眼目睹了父亲在政治倾轧中的无助。这种复杂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他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依然勇猛，但更加内敛；他依然忠诚，但更加懂得如何在官场中生存。他明白，要想替父报仇，要想守住边疆，首先得保住自己手中的兵权，
不能让文官抓到把柄。回顾杨延昭20余年的军事生涯，这几乎就是北宋中期边防史的缩影。不同于父亲那种烈火般的进攻，他没有大规模野战的机会，他的战场往往是在一座座孤城、一条条防线之间。这20年间，他并未像演义中那样天天打仗，更多的时候，他是在进行枯燥而艰苦的国防工程建设。他主持挖掘了著名的方田和唐伯，将河北平原上无数的河流、湖泊连接起来，构筑成一道宽阔的水网防线。这对骑兵为主的辽军来说，是比城墙更可怕的障碍。这一举措极大地抵消了宋军失去燕云后在平原作战的劣势。而在实战指挥中，最能体现他军事智慧的，莫过于公元999年的遂城保卫战。那一年的冬天，辽国萧太后再次南下，数万铁骑如黑云压城般围住了小小的遂城。当时城内兵力单薄，人心惶惶，且遂城地势低平，无险可守。辽军采用了残酷的围城战术，昼夜攻打。宋军见势将近，城墙在投石机的轰击下岌岌可危。在绝境之中，杨延昭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他观测天象，发现寒流将至，于是利用那年冬天出奇寒冷的天气，命全城军民在深夜将井水一桶桶提上城头，泼在城墙外壁上。一夜北风紧，第二天清晨，辽军惊恐地发现，原本破败的土城变成了一座晶莹剔透、花不留手的冰城。云梯架不上去，士兵爬不上去，甚至连箭矢射在冰面上都被弹开。那座冰城在阳光下折射出冷酷的光芒，仿佛是杨延昭意志的具象化，冷硬、尖锐且坚不可摧。趁着辽军对着这座冰山发愣，士气低落的间隙，杨延昭大开城门，率军掩杀，大获全胜。这场战役不仅保住了遂城，更展示了杨延昭与父亲截然不同的特质。他不再追求单纯的勇猛，而是更加注重巧劲与韧性。他学会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哪怕是寒冷的天气，来对抗强大的敌人。遂城之战后，宋真宗召见他，不仅当面夸奖，还对他展示了少有的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杨延昭的处境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依然要面对朝廷内部主和派的掣肘。他深知宋朝的皇帝骨子里是畏战的，他们宁愿用金钱换取和平，也不愿让武将掌握太大的权力去冒险。这种矛盾在澶州之战中达到了顶峰。那一年，辽国倾国之兵南下，前锋直逼黄河，距离首都开封仅一步之遥。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逼迫下，战战兢兢地亲征澶州。此役，宋军士气大振，更有床子弩射杀辽军主帅萧塔林的神来之笔，辽军攻势顿挫，军心动摇。此时，身在敌后的杨延昭敏锐地嗅到了战机，他上书朝廷，认为辽军孤军深入，主帅阵亡，正如强弩之末，建议朝廷给他一支精兵，扼守北归要道，同时命令各路宋军全线反击，定能将辽军主力全歼，甚至一举收复燕云。这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战场态势最精准的判断，也是杨家两代人梦寐以求的复仇良机。在写这封奏折时，他的手或许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激动。他仿佛看到了燕云16州的城门在向他打开，看到了父亲的英灵在向他微笑。但是他的满腔热血再一次撞上了朝廷的冷墙。此时的宋真宗只想尽快花钱买平安，对于扩大战果毫无兴趣，甚至担心一旦战争扩大，武将势力会再次膨胀。
最终一纸澶渊之盟签订，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向辽输送岁币。当和平的钟声在开封城敲响，举国欢庆时，身在边疆的杨延昭却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对于一个以收复失地为己任的将领来说，澶渊之盟无异于一道精神上的枷锁，它意味着杨业那一代人的血白流了，意味着燕云16州在法理上被暂时搁置了。盟约签订后，杨延昭被任命为高阳关副都部署，这看似是升迁，实则是让他成为了和平年代的看门人。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曾经的战场变成了互市的贸易场，看着战马变成了驼马。每当深夜抚摸那把渐渐生锈的宝剑，他是否会感到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窒息？他不仅要防备辽国可能的毁约，还要防备朝廷内部对他兵权的猜忌。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谨慎。他学会了在奏折中隐藏锋芒，学会了在文官面前低头。公元1014年，杨延昭在任上郁郁而终，享年57岁。他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而是死在了和平的窒息中。杨延昭的一生是对职业军人4个字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对宋代守内需外国策最沉痛的注脚。首先，杨延昭实现了从悍将到儒将的转型，他是宋代防御战术的集大成者。如果说杨业是5代残存的猛虎，保留着主动寻战的野性，那么杨延昭就是宋代体制驯化出的猎犬。他在被严格限制的战术空间里，将防守反击发挥到了极致。其次，杨延昭的政治生存智慧远高于父亲，却依然无法突破体制的各种天花板。吸取了父亲被文官监军逼死的教训，杨延昭行事极为谨慎。他懂得处理与同僚、部下的关系，甚至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懂得示弱。这种圆融使他避开了像王申那样的案件，让他能够在边帅的位置上稳坐20年。然而，这种生存智慧是有代价的，那就是牺牲战略上的进取心。他活成了大宋朝廷最希望看到的样子：忠诚、能打、听话、不惹事。但这对于一位天才将领来说，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杨延昭的离去，象征着宋辽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彻底结束。它是一座界碑，隔开了铁血的战争年代和纸醉金迷的和平年代。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驶入北宋中后期的仁宗、英宗朝时，杨家的第3代传人杨文广不得不面对一个比祖父和父亲更加尴尬的局面：英雄无用武之地。如果说祖父杨业死于悲壮的不能战，父亲杨延昭困于隐忍的不许战，那么杨文广的一生，则是在渴望一战而不可得的无处战中，走向了家族荣光的落日余晖。关于杨文广的身世，民间传说再次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虚构与重塑。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中，他是杨宗保与穆桂英的儿子，是杨家的重孙辈。然而在严谨的正史谱系里，杨宗保这个人物并不存在，穆桂英更是小说家的杜撰，杨文广就是杨延昭的亲生儿子，也就是杨业的孙子。这种辈分的错位与人物的虚构，恰恰反映了杨家将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一种严荡心理。人们不忍心看这个家族断代，所以凭空创造了一代人来延续香火。但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小说更具荒诞的现实感。杨文广作为名将之后，并没有像演义中那样在少年时代就挂帅出征，相反，他的仕途起步极为平淡，甚至有些蹉跎。他早年仅仅是因为父亲的阴补才获得了一个低级官职，在漫长的和平岁月里，
这位将门虎子只能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岗位上消磨时光。他看着身边的同僚们忙着写诗作赋，投机钻营，而他只能一遍遍擦拭祖传的兵器，在梦中重温祖父和父亲的战场。直到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北党项族李元昊崛起，建立西夏，宋夏战争爆发，原本平静的边疆再次被战火点燃。这对于大宋而言是灾难，但对于渴望建功立业的杨文广来说，却是期待已久的机会。此时的他已不再年轻，为了追寻祖辈的足迹，他投身于范仲淹、韩琦等名臣麾下，转战西北。然而此时的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夏不同于辽国，它地处贫瘠的西北，战术更加诡诈多变，擅长游击与设伏，而宋军的指挥体系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文田武息后，变得更加僵化与低效。杨文广在西北战场上虽然表现英勇，却始终难以获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更多时候他只是作为一名执行层面的中级将领，淹没在庞大而迟缓的宋军阵列中。他曾在广西从随名将狄青平定农志高叛乱，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但比起祖父在雁门关的雷霆一击，或是父亲在遂城的兵强奇迹，这种平叛战争的分量显然轻了许多。他的每一次冲锋似乎都缺乏一种改变大局的力量，这并非他个人能力不足，而是那个时代的军事机器已经锈迹斑斑，任何个体的英勇都难以转动它分毫。在西北战场的岁月里，杨文广深刻体会到了大宋军队的恐吓症。与辽国的大兵团作战不同，西夏军队如同荒原上的狼群，来去无踪，这让习惯了阵地战的宋军极不适应。杨文广试图推广一些更具进攻性的战术，但往往受阻于文官主帅的保守决策。他与当时的另一位名将狄青有着惺惺相惜的默契，两人都是纯粹的武人，都因为出身和职业而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排挤。狄青最终被文官集团忧惧而死，这给杨文广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明白，在这样的朝堂之上，单纯的战功不仅不能保身，反而可能是取祸之道。于是他变得更加沉默，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具体的战术执行中。尽管如此，杨文广身上依然流淌着杨家特有的智谋与血性，这种特质在后来的毕力筑城仪式中得到了集中爆发。当时杨文广已是暮年，受命在西北防御西夏。为了抢占战略要地，他扬言要到喷珠筑城，又使西夏军队将主力调往彼处进行截击，而他自己则率领精锐急行，一夜之间赶到真正的目标地点毕力，并迅速构筑起防御工事。当西夏人发现上当再回头来攻时，宋军早已严阵以待，杨文广趁势出击，斩获颇丰。这一战依稀让人看到了当年杨延昭修筑兵城的影子，那是深植于这个家族基因里的战术灵动感，也是杨家将对机动防御理念的最后一次精彩演绎。但令人唏嘘的是，这已经是杨家将最后的绝响了。这场胜利并没有改变宋夏战争焦灼的本质，也没有让杨文广跻身枢密院的高层。他始终是一个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的名将之后，他的名字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符号，用来唤起人们对前朝勇武精神的怀念，而非现实中的依仗。在朝廷大佬们的眼中，杨文广更像是一个活着的文物，展示一下可以提振士气，但真要委以重任，他们更愿意相信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文官如帅。最能体现杨文广乃至整个杨家将悲剧宿命的，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刻。
宋神宗熙宁7年，辽国再次在边境制造摩擦，强行要求重新划定代州边界。此时的大宋朝廷虽然启用了王安石变法，试图富国强兵，但在面对辽国的军事讹诈时，依然显得底气不足。已经行将就木的杨文广在病榻上听闻此事，激愤难平。他挣扎着起身，用那双干枯如树皮的手颤抖着铺开了纸笔。在昏暗的油灯下，他耗尽最后的心血，向朝廷呈上了一份阵图以及攻取燕云16州的方略。在这份奏章中，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军，试图跨越100年的时光，去完成祖父杨业未竟的遗愿。他详细规划了如何利用地形，如何配置兵力，如何收复那片让杨家3代人魂牵梦绕的悠延故土。这份阵图不仅仅是一份作战计划，更是杨家3代人100年血泪的结晶，是他们对大宋这片土地最后的热爱与忠诚。然而，这份沉甸甸的阵图并没有换来金戈铁马的征召令。就在奏章呈上去的同一年，杨文广带着无尽的遗憾病逝于任上。朝廷追赠他为同州观察使，但他想收复的那片山河依然在辽人的铁蹄之下。据说，当这份阵图被送到神宗皇帝的案头时，皇帝只是叹息了一声，便将其束之高阁。因为在当时的朝廷看来，维持现状，苟且偷安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他的死是杨家将最后的一声叹息，也是大宋王朝最后一次试图重振雄风的微弱回响。至此，杨家将3代人的历史画卷缓缓合上。回望这100年沧桑，我们会发现，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这3个名字恰好精准地对应了大宋国运曲线的3个关键节点，构成了一个令人心碎的下降螺旋。第一代杨业代表的是北宋初期的进取与幻灭，那是一个还有梦想的时代，宋太宗还敢于御驾亲征，军队还敢于在野外与辽军对冲。杨业的死是一次激烈的碰撞，是5代残存的武人血性与新生宋朝猜忌体制的同归于尽。他的悲剧是壮烈的，他是进攻的矛，虽然折断，但断口依然锋利。他的死证明了宋朝从一开始就在制度上扼杀了成为军事强国的可能，这种先天性的恐武症注定了这个王朝只能是瘸腿的巨人。他用生命试图唤醒沉睡的帝国，却只换来了一声叹息。第二代杨延昭代表的是北宋中期的僵持与忍耐。随着雍西北伐的失败，大宋的脊梁骨被打断，从此不敢延战。杨延昭被迫收起了獠牙，在这段漫长的冰河期里，他把自己变成了一面盾。他用20年的坚守，证明了即便在最压抑的体制下，真正的军人依然可以用智慧保卫家国。他的悲剧是沉郁的，像一条被冻结的河流，表面平静，冰层下却涌动着无法宣泄的激流。他的一生都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进攻命令，这种漫长的等待比死亡更折磨人。他不仅仅是在守城，更是在守护一种摇摇欲坠的尊严。第三代杨文广代表的是北宋后期的衰退与空谈。到了这个阶段，不仅收复燕云成了痴人说梦，甚至连防守都变得力不从心。杨家将的威名虽然还在，但支撑这威名的军事土壤已经彻底沙化。杨文广的阵图更像是一种理论上的挣扎，一种精神上的自卫。他不再有祖父统领大军的机会，也不再有父亲独镇一方的权利，他只能在纸面上描绘胜利的蓝图。他的悲剧是无奈的，像一阵吹过荒原的晚风，卷起几片落叶，
最终归于沉寂。它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尴尬的提醒，提醒着大宋朝廷曾经失去过什么，而现在又正在失去什么。至此，或许我们可以回答开头那个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为何宋人要如此疯狂地为这个家族涂脂抹粉、虚构战绩？这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英雄崇拜，更是一种深刻的集体社会心理代偿与政治安全感的投射。杨家将的神话是宋人对完美武将的一种理想化构建。在宋代，文官集团对武将的防范达到了历史顶峰，唐末藩镇割据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统治者心头。而杨家将，尤其是杨业和杨延昭，展现出了一种极其特殊的品质，绝对的、近乎愚忠的服从。他们即便受尽委屈，被奸臣陷害，也从未像唐代武将那样拥兵自重或起兵反叛。这种受气包式的忠诚，恰恰是宋代皇帝和士大夫阶层最感到安全的武人形象。通过神话杨家将，宋朝的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向所有武人灌输一种价值观：即便朝廷负你，你也不可负朝廷。另一方面，这也是民间对国家军事软弱的一种心理补偿。宋人在现实中遭遇了太多的屈辱，燕云丢失，岁币纳贡，靖康之耻。现实中打不赢的仗，必须在戏台上赢回来；现实中无法收复的河山，必须在评书中收复回来。杨令公撞碑，穆桂英挂帅，杨七郎显灵，这些极具戏剧张力的情节，填补了宋人内心深处因孔武正而缺失的阳刚之气。他们在虚构的胜利中获得了一种短暂的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最后，杨家将的悲剧美学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他们是明知体制有毒却依然饮鸩止渴的孤勇者，是明知大厦将倾却试图只手擎天的悲剧英雄。这种悲剧性比单纯的胜利更具感染力，更能穿越时空，击中后世读者的灵魂。从敢于亮剑到只能举盾，最后只剩下一纸空文。当最后一位杨家将闭上双眼，大宋的武德也就此终结。随后不久，靖康之变爆发，中原陆沉。当金国的铁骑踏破汴京的繁华，不知是否有人会想起100年前在陈家谷口力战而死的那个老将，想起遂城城头那个泼水成兵的身影，想起临终前紧紧攥着阵图的那双枯手。杨家将早已化作幽烟大地上的一缕劲风，永远呼啸在华夏民族的记忆深处，提醒着我们，一个没有脊梁的王朝，即便富甲天下，也终将是一场虚幻的春梦。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